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百科的花花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月季的修剪问题啊。月季的修剪分好几种情况。今天我们就说一下花后修剪吧。花后基本是轻剪或中剪，然后到冬天的话，基本需要中剪或重剪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盆月季，针对于这种花后的枝条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剪它呢？其实基本来说，我们先找到花下面的第一片5片的小叶子，像这片，你看它上面是3片的小叶子啊，这片是5片小叶子。我们建议在第一片这种第一次出现这个5片小叶子下方去剪它，下方这大概留个半厘米左右。当然，大家还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说观察到它这个芽的下面是有小小的叶芽的，饱满的叶芽，小小的叶芽，这样它保证剪完之后呢，它会从这个5片叶子的地方发出很多小芽来。这是一个花后的枝条一个修剪。还有一种枝条呢，我们会经常看到，比如说像这种枝条，这种它叫盲芽。这种月季的枝条，它没有花苞，而且也没有芽点，也就是说，它不会长出新的花，也不会长出新的叶片，就在这儿消耗养分。所以我们这种盲芽盲枝需要给它剪掉。剪的时候呢，直接给它把整个这个盲芽给剪下来就行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根是芽没有，花苞也没有，就是盲芽，这种枝条剪掉。还有哪种枝条呢？就枯枝。我们再看一下这根枝条，这根枝条它上面没有叶片，已经发黑发黄了。这种枝条留在上面就容易反正浪费养分，而且还会传染其他的枝条，所以我们要赶紧把它剪掉。这是枯枝。还有一些大家看到这棵月季底部有非常多的黄叶，这种黄叶我们一定要及时给它剪掉。月季的主干，底部的主干，给它保持一种干净的状态，通风的状态，把它下方的一些叶片呀、底芽呀剪一下。像这种粗壮的枝条是不需要剪的啊。只有那种小小的芽，没有潜力的芽，我们才需要把它剪掉。像这几根比较粗壮的笋芽是非常好的，我们要留着它底部的这种枯叶呀，它留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而且呢，我们要让这个主干，这个整个植株的底部的主干保持一种通风的状态，没有枝叶阻挡，它通风流畅，就会少很多的病虫害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大家注意，月季这种枯枝一定要把它摘干净，而且不要放在它的盆面，既影响盆土的呼吸而且还容易招致一些病虫害。好了，现在状态，这条底部的状态是通风非常透光的透光也通风，月季就非常的健康，没有病虫害。还有就是整个植株里面也有一些黄叶，我们也要把它剪掉，一些不健康的叶片还有的叶片，比如说有红蜘蛛的叶片呀，有白粉病的叶片有蚜虫的叶片呀。如果是少量的，我们看到了可以给它摘掉。那如果是大批量的话，那肯定需要用药了。如果你现在对你的月季的株型还是不满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枝条短，有的枝条长，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剪一刀，就是把这根过长的枝条剪短一下，让这根枝条和这根枝条一样。这样呢，整体来说，整个枝条的长度是差不多一致的，以后生长出来的新枝差不多高度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这种状态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吧，想剪就剪。反正
这种状态是一个弧形的一个状态啊，弧形的状态相对来说月季更加丰满，柱形更加好看，开水花更多啊。如果不想剪呢，可以让它继续长高，等长高之后再剪。好了，今天的月季修剪问题啊，也就是花后修剪，先介绍到这里。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